上一集我们遇到了各种不可思议的故事，有电动单车伯伯骑士团、奇妙的韩国人、默默给我巧克力分享的爷爷，还有铁十字的氛围，最后还有伙伴再度的重逢。Camino 就是这样不断的把你推向未知，却也总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给你一个不可思议的安排。好了，准备好了，今天我们要开始全新的章节。Welcome back to Knock Traveler. This is Harvey. 记得打开字幕，我们准备开始。今天我们会到朝圣之路的大地点萨利亚，那里可以说是知名却被很多人又爱又恨的地方。在这个雕像底下，你会看到两个数字，左边是写 Santiago 190公里，代表我们离 Santiago de Compostela 有190公里；另外一边写的是 Roncesvalles 559公里，那边是法国的边界，所以也是朝圣之路的法国起点。换句话说，走到这里，你已经踏过了559公里中的369公里。下方还写着一行字，叫 Buen Camino Pellegrino。朝圣者，祝你旅途顺利。接下来还有190公里，跟我一起走完吧。今天的路线会一路往山区前进，然后其实空气会有一些冷冽感，然后脚下踩的可能是被雨水冲刷过的石头路，带有一些滑，所以或许有一种真实感。你每一步会更接近大地那种安静的心跳声。朝圣路就是这样，有时候大家会各走各的，走在自己的步调里面，所以你也不用担心，不用焦急有没有人跟你一起。但有时候你会跟你的伙伴走在一起，一起聊天。今天很快到了庇护所，然后住宿旁边有2只马。晚餐我们吃了庇护所的朝圣者套餐，那朝圣者餐其实通常都会有前餐，然后主食跟甜点，或是还有一个红酒。今天的风其实很大，入夜之后又明显更大了。晚安，各位。What are you doing, Henry? 接下来走进了 Vega de Valgafe， 空气温柔到让人以为走进了国家地理频道的一幕，四周被层层堆叠的山峦包围，云影像是温柔的披肩披在山顶上。看到这个石碑，代表我们踏进了 Galicia， 有一种新的里程的意味，而代表离 Santiago 又更近了一步，也意味着接下来我们会走进更多的地方、更多的故事，还有更多想象不到的人与故事。如果你不想要错过一个很棒的景点，那接下来你要注意了，在这个山区你会遇到一个雕像，她是一个静静坐着的少女，她面向了远山，神情很淡定，但却很坚毅。很多人只有拍照走过，但如果你停下来，你看着她的眼睛，你就会发现你不会变成石头，因为她看见的不是你，是眼前的群山。她让这座山不只是地理，而是带着温度的风景。Hendrik 真的很受欢迎，途中一对旅行者他们很激动的跟我们说，你们一定要往旁边那边过去，那边风景超美。Camino 上这种推荐最棒，因为永远不会出现在旅游书里面，却会成为你人生清单的超级回忆。Wow,
Yeah.在这一间纪念品店 ，Hendry 买了他人生的第一个贝壳。这一条路上，很多人身上都会挂着贝壳，象征他们走在路途上，或是象征着他们是朝圣者。但对 Hendry 来说，贝壳或许比不上这条路途他想表达的。但走着走着 ，Camino 的意志好像在每一个人心里有不同的转化吧。接着我们到了一个朝圣者的纪念碑，是 Galicia 的一个雕塑家 Jose 的作品。一个迎风而行的朝圣者，他披风往后飞扬，拐杖稳稳地支撑在地面上，对抗他的逆风步伐。看到这一尊雕像的时候，我连接到我之前几个逆风难受的时刻，让我想到，我们都是逆风而行的人吧，但最终风也是生活的一个环节。Domingo, hoy es el viernes perfecto. She texted me on Sunday. 我们找到一个地方坐下来，然后放下今天已经粘在身上好久的背包，拿出一些简单的面包、起司还有罐头。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餐，但我们很自在的做了这一件事。现在回头看到这个片段，我就会发现这一份很简单，其实非常的纯粹跟满足。有时候我们需要的并不多，可以坐下来一点可以填饱肚子的食物，然后舒服的自在和朋友一起共处。即便还有一段路还没有走完，在前方等着你，但或许这才是很棒的日子。活着真好。Me? 接着我们往前的路上，突然一群牛悠悠哉哉的迎面而走过来，他们自在的走过人群。嗨，看到这里的你，谢谢你跟我一路走到这剩下144公里的地方。你说这条路很长吗？也没有，但说很短吗？也不至于只有1-2天。但走到这里，也开始觉得时间的速度远远超过我们的感受吧。今天住的庇护所空间超大，有分不同的寝室。最让我惊讶的是，这里竟然有吹风机。我知道吹风机在现代不算是什么特别的东西，但对于长途健行20几天以来第一次吹头发，突然有一点新奇的感觉。接着我们要到镇上的超市买一些东西，可是刚好遇到午休。西班牙的午休真的不是开玩笑，这种生活节奏逼得你也得慢下来。不能买东西，那就先做一点自己的事情。你可以喝点咖啡，晒个太阳，放个空。我想这才叫做人活着，不是只是为了工作吧。接着阿密大厨准备登场，我们今天准备的是青酱意大利面、炒时蔬、罐头肉球，还有西班牙非常有名的油渍章鱼罐头。这种章鱼罐头打开之后会有满满的油，非常非常满，和海味。所以你可以直接加在面里面，或是直接加在面包，都可以瞬间让你的晚餐或是你的餐点有海洋的感觉。今天我们比较早就出发，6点还没有亮。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看到这里了，你准备要期待我们要去哪里了吗？长时间在太阳底下行走，最后的成果就是你脸上会有一副新的墨镜，而这就是 Camino 送的墨镜。走没多久之后，我们一样又遇到一个新的岔路。Camino 上每一条路都会有不同的风景，但选择哪一条就决定你今天的故事会是什么。
途中我们遇到了一个像绿洲一样的小休息站，那一天塞门走过来，轻声的问我们要不要喝一杯咖啡，接着就转身走到他的建筑里面。没多久有了新鲜刚冲煮好的咖啡，这样不是人人都有的惊喜，总是很特别。我们没有聊太多，甚至连名字也是后来才知道。但他准备的咖啡的样子总是让人很安心，就像是你走了很久的路，终于有人能够接住你的疲劳。他有自己的社群平台，分享他自己的理念跟故事。如果有兴趣，我把链接放在说明栏。看到120公里告示牌，代表我们快到萨利亚了。对很多人来说，那里是 Camino 的起点，因为只要走满100公里就可以拿到证书，所以那里的朝圣者特别的多。之后你会看到像是毕业旅行或是户外教学一样的人潮，但也因为人很多，所以找住宿变成另外一种挑战。有趣的是，即使是 Camino 越接近终点，也越像是回到世界的喧嚣一样。今天只有走20几公里，所以算是非常轻松的一天。1点左右就到了庇护所，放下背包的那一刻，觉得自己怎么还有那么多余的体力可以活着。庇护所厨房有锅子、炉子，我们趁 Henry 还没到，先去采买一些食材，这样他来的时候，或许我们可以赶快开动。今天的我一样很饿，所以看到可以直接微波的烤鸡的时候，我的眼睛闪闪发亮。于是我决定买来补充我和 Henry 的胃。阿密可爱的是，即使他是素食者，他一点也不介意和我们一起饮食，自在的彼此看重对方的需求，真的是一个很舒服的相处。我们今天买的食材超级丰盛。阿密跟 Henry 就能把简单的食材变得跟餐厅级的一样美味。可惜今天 Henry 状态不太好，走得比较慢，后来才知道他身体其实不太舒服。但是最后的120公里了，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到目的地一起庆祝。我有一个习惯，吃完饭的时候喜欢到镇上去探索一下，就既然遇到了 JC， 还记得吗？在第4集的时候，我行走完40公里，跟他们2个碰面。后来在浴室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人跟我擦肩而过，转头说：“你是台湾人吗？”从那一天开始，我们就偶尔会遇到。今天他展示了他 Camino 的超级纪念品。我之前遇到 Baby Bell 的超级 model。Baby Bell， 你看，这是你们绝佳的 model。很特别的是，荧幕前的你，我们一起走到萨利亚了。今天这一集先到这里，记得关注我的影片还有 Instagram。我知道你很忙，但不要错过，记得订阅、点选小铃铛，让它通知你就可以了。留言给我任何超棒的想法，分享给你正在规划人生的朋友。我们下集见。